灵性觉醒 Spiritual Awakening 是一本由知名的心灵导师和作家拉姆达斯 Ram Dass 所著的书籍。这本书探讨了灵性成长、觉醒和心灵转变的主题。它的核心思想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关键重点：自我认知和超越。灵性觉醒强调了自我认知的重要性。拉姆达斯鼓励读者反思自己的内在世界，了解自己的思维、情感和信仰系统。通过这种自我认知，读者可以超越自我，找到更高层次的存在和意义。爱与慈悲。书中强调了爱和慈悲作为灵性成长的关键要素。拉姆达斯鼓励人们培养无条件的爱，包括自我爱和对他人的爱。这种爱是一种跨越界限的爱，超越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意识的扩展。拉姆达斯谈到了意识的扩展，包括通过冥想、瑜伽和其他灵性实践来提升个体的意识水平。他认为，通过探索内心世界，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宇宙的奥秘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生死与灵魂。书中深入讨论了生死和灵魂的话题。拉姆达斯认为，死亡只是灵魂旅程的一部分，而不是终点。他提倡对死亡的接纳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服务与无私。书中鼓励读者将灵性觉醒与服务他人相结合，通过为社会和他人奉献，个体可以实现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和生活的目标。内在和外在的融合。拉姆达斯认为，灵性觉醒是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帮助个体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均衡，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更有目标的生活。总的来说，灵性觉醒是一本关于个体成长、内省和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书籍。它提供了许多有关灵性觉醒的深刻见解，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己、世界和他人。这本书的核心信息在帮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现更高级别的内在和外在和谐方面具有指导作用。在拉姆达斯的书《灵性觉醒》中，自我认知和超越是一个关键主题，强调了对自己内在世界的理解和超越自我的重要性。下面详细描述这个概念。自我认知。自我认知是了解和识别自己思维、情感、信仰和行为的能力。拉姆达斯鼓励读者花时间深思熟虑、自我反省，以更清晰地认识自己。这包括了解自己的优点和弱点、目标和渴望、恐惧和挫折，以及自己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方式。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是指超越狭隘的个体意识，走向更广泛的存在体验。拉姆达斯认为，我们通常受限于自我的界限，这会导致痛苦、焦虑和不满。超越自我涉及意识的提升，超越物质层面的生活，寻求更深层次的意义和联系。这可以通过冥想、瑜伽、灵性实践和内省来实现。接纳和宽容。自我认知和超越也包括接纳自己，包括自己的不完美和过去的错误。它要求你放下自我批判和自责，取而代之的是宽容和接纳。这种宽容使你能够与自己建立更亲切的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并提高内心的平静。更大的整体意义。通过自我认知和超越，人们能够寻找更大的整体意义。他们开始思考关于自己、生命和宇宙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思考可以帮助个体找到灵性满足感和目标，超越日常琐事的忙碌，寻求更有意义的生活。融合与平衡。
自我认知和超越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它有助于个体在内在和外在世界之间建立平衡和融合。通过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与他人和环境的关系，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和平静。总的来说，自我认知和超越是灵性成长和内在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个体建立更深刻的联系，实现更高级别的自我意识，并在生活中找到更大的目标和意义。这些概念在拉姆达斯的书中被深入探讨，为读者提供了有关灵性觉醒的宝贵见解。在拉姆达斯的书《灵性觉醒》中，爱与慈悲是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它涵盖了无条件的爱和慈悲的概念，以及它们在灵性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以下是详细描述这一主题的重点。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是一种深刻的、不受限制的情感体验，它不受外部条件、期望或回报的影响。拉姆达斯强调，无条件的爱超越了自私和自我中心的情感，它是一种对所有生命和存在的无私情感表达。这种爱包括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和宇宙。通过无条件的爱，人们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感受到内心的和谐和喜悦。自我爱。书中也探讨了自我爱的概念。自我爱并不是自私或自恋，而是一种健康的自我接纳和自我尊重。它意味着了解自己的价值，关心自己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自我价值不依赖于外部认可。通过培养自我爱，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从而能够更好地爱他人。跨越界限的爱。爱与慈悲也涉及跨越界限，包括文化、种族、宗教和社会界限。这种跨越界限的爱促使人们超越偏见和偏见，欣赏他人的多样性，并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这对于创建和平、团结的社会至关重要。慈悲。慈悲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同情心，它包括理解他人的痛苦和需要，以及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慈悲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情感，它有助于减轻他人的痛苦，并建立更强大的人际关系。在灵性觉醒中，慈悲是将爱扩展到行动的方式，以帮助和服务他人。平和与喜悦。通过实践无条件的爱和慈悲，个体可以体验到内心的平和和喜悦。这种情感状态超越了负面情绪和冲突，帮助人们建立更健康的心理和情感状态。爱与慈悲可以成为创造积极、充实的生活的动力。总的来说，爱与慈悲是促进灵性觉醒和内在和谐的力量，它们鼓励人们超越自我，将爱和关怀扩展到整个世界，建立更深刻的联系，并寻求更高级别的内心满足感。这些概念在拉姆达斯的书中得到深入探讨，为读者提供了实现灵性成长的有力工具。在拉姆达斯的书《灵性觉醒》中，意识的扩展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强调通过冥想、瑜伽和其他灵性实践来提升个体的意识水平。以下是详细描述这一主题的重点。内在探索。意识的扩展涉及到深入内在世界，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宇宙的奥秘。这包括对内心思维、情感、信仰和直觉的探索。通过内在探索，个体可以超越日常的表面经验，找到更深层次的自我。冥想和瑜伽。拉姆达斯鼓励人们通过冥想和瑜伽来扩展他们的意识。冥想是一种集中注意力和平静思绪的实践，
有助于人们深入自己的内心。瑜伽则是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实践，可以帮助个体实现身心的和谐，提高意识水平。这些实践有助于个体与自己的内心连接，超越物质世界。当下的体验，意识的扩展也包括对当下体验的深入关注。拉姆达斯鼓励人们在当下生活，并将精力集中在眼前的事物上，而不是过去或未来。这种注意力的训练有助于提高对每一刻的敏感度，并体验到更丰富的存在。超感知体验。在探讨意识的扩展时，拉姆达斯谈到了超感知体验，包括直观、心灵和宇宙的体验。这些经验可以包括直观的洞察、心灵的启示和对宇宙奥秘的感知。这些体验有助于拓宽意识的边界，使个体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和世界。目的和意义。通过意识的扩展，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他们开始思考更大的哲学问题，如生死循环、宇宙的起源和个体在其中的角色。这些思考有助于个体找到更高级别的内在满足感和目标，平和与内心的均衡。最终，通过意识的扩展，个体可以实现内在平和和均衡。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挑战，减轻焦虑和痛苦，并更加满足和充实的生活。总的来说，意识的扩展是通过深入探索内在世界和连接宇宙的奥秘来实现灵性成长的过程。这一主题在拉姆达斯的书中强调了内在的自我提高和对更大意义的追求，以实现更高级别的意识和内在和谐。在拉姆达斯的书《灵性觉醒》中，生死与灵魂是一个深刻的主题，涵盖了生命和死亡的哲学、宗教和灵性层面的考察。以下是详细描述这一主题的重点。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拉姆达斯强调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结束。他提倡对死亡的接纳和理解，认为死亡只是灵魂旅程的一站。这种观点有助于减轻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使个体更好地理解生命的周期性、灵魂的永恒性。书中讨论了灵魂的永恒性，认为灵魂是超越肉体的存在。灵魂被看作是不朽的，它存在于生命之外，同时也在生命之中。这种信仰有助于人们找到更大的内在安慰，相信自己的存在不会因肉体的死亡而终结。重生与转生。在探讨生死与灵魂时，拉姆达斯也涉及了重生和转生的概念。他认为灵魂可能会多次经历生死循环，以学习和成长。这种观点有助于个体理解生命的更大目的，以及每个生命的经历都是灵魂成长的机会。生命的意义。通过对生死与灵魂的探索，个体可以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这种理解有助于他们找到更高级别的内在满足感和目标，超越日常琐事的忙碌。悼念和哀悼。书中还强调了悼念和哀悼的重要性。当我们失去亲人或朋友时，这些情感过程有助于我们处理丧亲之痛，并为逝者送行。拉姆达斯鼓励对死亡的处理和悼念是一个有益的过程，有助于理解死亡的一部分。灵性实践。灵性实践，如冥想和瑜伽，也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探索生死与灵魂的问题。这些实践可以帮助人们建立更深刻的内在联系，寻找答案，并找到更高级别的灵性启示。总的来说，生死与灵魂是关于生命和死亡的哲学、宗教和灵性层面的深刻探讨。
这一主题有助于人们理解死亡的自然过程，以及生命和灵魂的深层次意义。他在拉姆达斯的书中提供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见解，帮助人们在面对死亡和生命的更大问题时寻找内在的和谐。在拉姆达斯的书《灵性觉醒》中，服务与无私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突出了为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以及培养无私心态的重要性。以下是详细描述这一主题的重点。为他人服务。书中强调了为他人提供服务的概念。服务不仅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精神态度。通过为他人提供帮助、支持和关怀，个体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并产生对他人的积极影响。这种服务不仅有助于社会的改善，还能带来内在的满足感。无私心态。无私心态是为了帮助他人而不寻求回报的精神态度，它涉及到超越自我的需求和欲望，以便更好地服务他人。无私心态是在为他人提供服务时，不计较个体获得什么，而是专注于帮助他人达到更好的境地。慈善和慈善工作。书中还讨论了参与慈善和慈善工作的重要性，这包括捐款、志愿活动、慈善组织的支持等。通过参与慈善工作，个体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他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培养无私心态。社区和全球服务。服务与无私不仅限于个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还包括对社区和全球问题的关注。参与社区项目、环保活动、社会正义运动等，都是表达无私心态的方式。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个体可以为社会和全球问题贡献一份力量。内在成长。服务与无私不仅有助于他人，也促进了个体的内在成长。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个体可以培养同情心、同情和领导能力。这些特质可以提高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满足感。善行和道德。服务与无私也与道德和善行有关。这种行为有助于建立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善与恶的区别，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改善社会。总的来说，服务与无私是关于为他人提供无条件帮助和关怀的主题。它强调了通过帮助他人来建立更深刻的联系，并以积极的方式影响社会的价值。这一主题在拉姆达斯的书中提供了许多关于如何将无私心态融入日常生活的宝贵见解，以实现更高级别的内在和谐和生活的目标。在拉姆达斯的书《灵性觉醒》中，内在和外在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强调了将内在灵性与外在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性。以下是详细描述这一主题的关键点。内在的平和与外在的行动。内在和外在的融合涉及到将内在的平和、内在的觉醒和灵性成长与外在的行动和生活相结合。这意味着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挑战时，个体能够保持内在的平静和坚韧。实践与理论。这一主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意味着将灵性实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理解。通过冥想、瑜伽、冥思和其他实践，个体可以培养内在的灵性力量，并将其运用到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中。意义和目标。将内在和外在融合，也有助于个体找到生活的更大意义和目标。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角色，并将其与个人目标和价值观相一致。这种一致性可以帮助个体更有动力和目标的生活。与他人的关系。
内在和外在的融合也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个体学会如何将内在的理解和爱与他人分享，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这有助于创造更和谐和富有爱的人际关系。适应性和灵活性，将内在和外在融合可以增强个体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生活的变化和挑战，同时保持内在的平和。这种灵活性有助于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波动。内在的智慧，内在和外在的融合还有助于个体访问内在的智慧和直觉，他们能够更好地依赖内在的指导和洞察力，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总的来说，内在和外在的融合是关于将灵性成长和内在平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主题。它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内在的灵性力量应用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这种融合可以帮助个体实现更高级别的内在和外在和谐，以及更有目标和满足感的生活。这是一种使个体更全面和健康的方式来看待人生。